韩国有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，这里的入学门槛是家庭资产至少得有亿，能让孩子来这读书的，无疑不是富豪或显贵，他们中有公司的老总、明星红人，还有国会的议员。但女主宋如媛却不同寻常。如媛的丈夫曾是位大富翁，两人曾经恩爱非常，不幸的是他们被骗了几十亿。如媛的丈夫最终选择了自杀，自那之后她的丈夫就这样消失了，连遗体都没有找到。警方一度怀疑如媛谋杀了丈夫，谁能理解她同样是受害者。丈夫失踪后，如媛不得不用家里所有资产来偿债，如今她只剩下一套房子，带着儿子过着普通的生活。按理说如媛这样的家庭是没资格入学的，但就在那天，她意外收到了学校的邀请函。如媛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既然有这样的机会，作为家长她当然想抓住，毕竟她的儿子在原校经常和同学起冲突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如媛和儿子坚定地飞往济州岛。第一天就去学校参观，这里的设施非常完备，有专业的外籍教师，还有丰富的舞蹈及其他课程。如媛和儿子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地方，但因为名额有限，孩子面试后还得对家长进行面试，于是他终于来到了家长等候面试的地方。这里的人都是些有钱有势的富人，他们谈论的都是几百亿的大生意，唯独他显得有些不合群。开着敞篷车来的是一位当红女星，她叫车道英，她的丈夫是游戏公司的 CEO， 家财万贯，这就是她能来到这里的原因。她看到刚进来的车道英，点头向她致意，但车道英似乎不想理她。小男孩担心自己会被女人抓住，一时情急，他赶紧找了个柜子藏了进去，谁知道下一秒有只手出现，把柜子门锁上了。这时同学们还没发现小男孩不见了，小男孩在柜子里猛烈撞击，但怎么也打不开柜子门。他开始大声呼喊妈妈，但外面雷声隆隆，他的呼喊很快被雷声淹没。如媛参加完聚会后，巡视了周围一圈，却没发现自己的儿子，他感到事情不对，于是急忙四处寻找，但哪里也找不到儿子的踪影。如媛来到洗手间，恰好看到那个女人在化妆，便过去询问她是否看到了自己的儿子。女人很直接地回答说怎么会在这里找。男生听她这么说，如媛只好继续别处寻找，但如媛走后，从那女人的眼神里，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最终在一个走廊里，终于听到儿子在叫我了。原来他被关在一个柜子里，可柜子锁住了，怎么开呢？没办法，只好脱掉高跟鞋，用鞋子猛敲柜子的锁，很快就把锁敲坏了，成功把儿子救了出来。看到儿子在柜子里哭，心里又心疼又无奈。诡异的是，玻璃上居然写着欢迎，显然有人针对如媛，到底是谁呢？在回家的路上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如媛背着儿子，俩人都湿透了。碰巧一个同学的家长还在，这位女士名叫黄奈云，看到他们淋雨，就主动送他们回家。回想今天发生的所有事，如媛心情复杂。第二天，她又来到儿子被关的那个地方，发现那里已经被拉上了警戒线。现在的孩子真是讲究，老师问他们为何选择这所学校，有的说是为了继承家里的亿万财产，来这里接受国际教育，有的说自己的妈妈是学校的投资者。在韩国，穷孩子通过读书可以改变命运，但改变不了为财阀工作的现实。即便是考进首尔的顶尖医学院，现在也在这位女士开的医院工作，做她的员工，领她发的工资。这些富人们并不关心孩子们在学校是否真的学到了什么，他们只关心帮孩子进入顶尖的社交圈。但如媛的情况有些不同，她真的很希望孩子能学有所获。尽管在家长面试时，她的表现和家庭背景与前几位夫人没法比，出人意料的是，她儿子竟然成功获得了入学资格。这时候女明星车道英收到了入学面试的结果通知，她本以为自己能拿到名额，兴奋地发了朋友圈，还请大姐南之善帮忙录视频，视频也发到了朋友圈。但她打开后才发现，她儿子并未获得入学资格，这让原本信心满满的车道英很失望。大姐立刻打电话给学校询问，经过一番了解，得知是如媛的儿子取代了这个名额，别无选择，车道英只能再次求助大姐帮忙争取一个名额。大姐实在受不了她的纠缠，最终只好答应。1个月后，大姐南之善等人在别墅区举办了庆功宴。奇怪的是，他们恰好看到如媛也搬到了大姐隔壁。你得知道，这里的别墅对于一个律师来说并不便宜，原来是她丈夫当时暗中为如媛买下的。在晚会上，一位女士公开指责如媛是杀害丈夫的凶手，现场立刻议论纷纷，众人都投来了怀疑的目光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记得那个曾经得偿所愿的丈夫，刚刚还在秀着恩爱，下一刻就从船上跳海了，因为他太有钱，结果被人诈骗了好几百亿。难以接受这个现实，他选择了绝路。但奇怪的是，
他跳海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，船上明明就他们2个人，一个突然不见了。如愿很自然地成了嫌疑人。每当有人无情地揭开这层伤疤，如愿都感到特别难过。就在那一天，如愿的儿子开始和同学们玩捉迷藏，大家都躲在楼梯下，他却想出了点新意，竟然想躲进厕所。谁料他在厕所意外看到了不该看的一幕，为了躲避一个女人，他慌忙躲进了一个柜子，结果不久就被锁在里面了。如愿找了好久，最后在柜子里找到了自己的儿子。第2天，如愿回到儿子被锁的那个地方，发现那里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。他很想知道是谁把自己的儿子锁在里面。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掉落的发卡，希望能用这个发卡找到那个人。那个地方还装有监控，应该能轻易查到是谁。于是他找到了学校的校长，希望能查看监控录像。校长说那个地方恰好是监控的盲区，他们已经确认过了。校长也向如愿保证孩子安全最重要，他希望如愿不要太过追究。如愿表示他也不想闹得太僵。那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如果真有人故意这么做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无奈之下，校长只能让如愿查看监控视频。视频显示，那个柜子正好不在监控范围内。这时，学校的理事长也来了，他对这件事表示了歉意，并承诺会增加监控盲区的摄像头。通过和理事长的对话，如愿得知，她的丈夫生前曾大力支持这所学校，而那份入学邀请函也是理事长亲自寄出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如愿这样一个中等家庭能够取代明星车道英的名额，从而获得一个入学名额的原因。那个女人真是多么讨厌她的丈夫，丈夫带回她最爱吃的食物，她却在下一秒把它扔进了垃圾桶，还让保洁阿姨帮忙一起处理。她还让开启厨房和客厅的通风系统。如愿在和老师沟通后才意识到，原来学校有一个家长群，她了这么久才知道这件事，其他家长都已经在群里，只有她被遗漏了。当老师得知如愿不在群里时，就让人的妈妈黄内云拉她进群。很快她就收到了内云发来的邀请，成功的加入了家长群。大姐南之善看到如愿加入后，在群里向家长们打了招呼。车道英对此表示不满，质问为什么要把这个女人拉进来。自从她的名额被顶替以来，车道英就一直很讨厌如愿。大姐安慰她说，反正这个人在这里也撑不了多久，不必太放在心上。大姐其实对如愿有些意见，但又不太想让人看出来，所以只是做做样子，在群聊里跟如愿打了个招呼。第2天，大姐的女儿邀请了同学们到她家的餐馆玩，就是没叫如愿的儿子安一。如愿看到儿子羡慕的眼神，就问他们打算去哪里玩。本想让他们带上自己的儿子一起去玩，没想到那些富太太们赶紧叫回了自己的孩子。车道营还批评自己的儿子，问他为什么要去跟人家说话，这让如愿又气又无奈，这明显是针对啊。就在这时，奈云发短信说他女儿在人，想和以灿一起玩。如愿把这消息告诉了儿子，儿子听了很高兴，终于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玩了。随后孩子们分成了2拨，新富家的孩子们一起在游乐场玩，如愿和奈云带着孩子们一起玩4轮脚踏车。到了傍晚，奈云还准备了很多美食。一天下来，2人的关系更进一步，如愿和奈云像闺蜜一样互诉衷肠。在校长的办公室里，车道英的儿子石宇哭着要以灿赔一个遥控飞机，因为刚才趁没人注意，有人偷偷拿了石宇的遥控飞机来玩，可能是因为不太会玩，遥控飞机很快撞上了旁边的柱子，然后掉到地上摔坏了。大姐的女儿俊熙到达现场时，只看到以灿一个人呆站在那儿，他正注视着那个破碎的遥控飞机。俊熙问他是不是弄坏的，以灿沉默不语。车道英解释说，这遥控飞机是石宇的爸爸送的入学礼物，不用赔偿，只需道歉即可。如愿严肃地问儿子是否是真的，如果真是你弄坏的，一定要向对方道歉。李灿坚称不是他做的，这话一出，对面的石宇就不高兴了，还说他天天撒谎，是个骗子。以灿再次坚称不是他做的。争论正酣时，奈云带着女儿来到了校长办公室。奈云表明，其实并不是以灿弄坏的遥控飞机，原来是任小朋友趁大家吃饭时拿了石宇的遥控飞机出来玩。一开始玩的还不错，但当以灿出现后，被吓得遥控器掉到了地上，这才导致遥控飞机撞到柱子并坏掉。看到自己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，任小朋友吓得直哭，然后在以灿面前逃跑了，留下以灿一个人在现场，所以误以为是他弄坏的。了解到真相后，车道英有些尴尬，奈云立刻向他道歉，并表示会负责赔偿，事情才算是得到了解决。幸亏奈云及时出现，把真相说了出来，否则以灿就要背黑锅了。自那件事以后，如愿和内云变得更亲密了。晚上，如愿意外收到了一束花，她以为是内云送的，就打电话感谢他，但是内云说他没送，那会是谁呢？这时如愿看到花上有张卡片，卡片上写着
你并不孤单，我一直在看着你。这和之前学校玻璃上的字一样。到底谁在暗中观察如愿？又为什么要让如愿知道有人在看他？如愿本想打电话问送花的人，到底是谁送的，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这女人被人当众扔鸡蛋。丈夫失踪后，她成了头号嫌疑人，但因证据不足被释放。警察告诉她，虽无证据，但如愿的嫌疑还没洗清。看着全家福，如愿忍不住心中的委屈，终于痛哭起来。夜晚，如愿意外发现车上的发卡和之前在儿子被关现场捡到的一样。她猜测，那人可能就是关儿子的人。在瑜伽教室，女星车道英在练瑜伽，整个过程很痛苦。车道英疼得大叫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开始耍小心机，自己换上了老师的衣服，让老师试穿自己的衣服，边上自己忙着拍照，然后上传到网上，假装是自己在练习，向大家炫耀自己的好身材。这时候，坐在门口愁眉苦脸的车道英碰见了他最不想见的人。如燕从包里掏出一个发卡，问这是不是他的。车道英用心虚的眼神瞥了一眼，马上否认。他说虽然和自己的一模一样，但肯定不是自己的。如媛见他不承认，也就没深究，又问车道英认不认识她老公。如媛这么问，是因为她发现她丈夫公司的杂志封面竟是车道英的照片。面对这个问题，车道英又一次否认。看他这副态度，如媛没有继续追问。如媛随后把这事告诉了奈云，奈云拿着发卡和车道英的照片进行比对，确认这发卡是车道英在家长欢迎会那天戴的那个。这进一步证实了如愿的猜测是正确的。于是他打了个电话，联系了以前律师事务所的事务长，请求帮忙调查一些事情。事务长没有推辞，立刻表示愿意帮忙。不久后，他收到了事务长发来的短信，短信里透露了车道英8年前的事情。短信中得知，车道英在8年前，她在如愿丈夫的公司做过模特。显然，她说不认识自己丈夫是在撒谎。之后，他又发给如愿那天的学校监控视频，视频里可以看到车道英在追自己的儿子，而且追了好一段路。看完视频后，如愿更加确信是车道英把他儿子锁起来的，于是他决定再去找车道英问个明白。这时，车道英恰好开车从他旁边经过，如愿马上开车追上去。就在刚才，这个女人目睹了不该看到的一幕，意识到被发现后，她急忙追了出来，一看是如愿，质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。这时如愿说：“那天是你在追我儿子吗？”车道英有点崩溃，因为如愿已经多次找他问这事了。车道英承认他只是追了追，并没有把他关起来，还嘲笑如愿刚才的举动，言下之意是虎不食子。如愿听他这么说，本想把他推下水，谁料车道英把如愿也拉进水里。他们从水里爬出来后，如愿要求他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，否则他就把今天的事说出去。根据车道英的说法，那天如愿的儿子在厕所里发现了他的秘密，担心秘密泄露，他确实追了上去，但当追到一个满是柜子的走廊时，已经找不到那个小男孩了，于是他只好原路返回。那时候就把发卡挂在那儿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小男孩会躲进去，他就藏在里面。如愿又问他是不是寄花给自己并发威胁短信。车道英一脸困惑，他完全不懂如愿在说什么，看起来这些事他都不知情。这时车道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，原来警察到家里把她丈夫带走了。她急忙赶回家，车道英赶到警察局处理丈夫的事。就在刚才，她丈夫因为涉嫌某交易被捕。不一会儿，如愿也到了警局，她拿出2份代理辩护合同让他签，因为她想让车道英聘请她当律师。车道英一看就不太乐意，明明刚才2人还在争吵。看到车道英不情愿，如愿拿出一段追赶儿子的视频，表示如果不签就交给警方。如愿想成为他的辩护律师，一方面是为了帮忙，另一方面是想弄清楚她和自己丈夫之间的关系。车道英冷笑，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说。如愿看他沉默不语，于是直接拿过他的手机，翻开他的通讯录，果然找到了如愿丈夫的号码，还用车道英的手机给丈夫生前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证实2人确实相互有号码。通讯录里的备注也很神秘，秘密再也难以保守。车道英只好坦白，根据她的说法，她和如愿的丈夫没有任何关系，其实是大姐和如愿的丈夫比较亲近，我只是充当了个中间人的角色。我终于知道了真相。这消息让如愿愣住了。之后，车道英签下了那2份协议，决定聘请如愿作为自己的辩护律师。就在刚才，这个男人因涉嫌非法交易被抓了，他的妻子急匆匆来到，坚持要离婚。男人一听这事很不高兴，他表示离婚可以，但条件是他要负责儿子的费用。他开始给他算经济账，他们已经结婚8年，男人每月给他3000万，1年就是3亿6千万，8年总共差不多30亿，如果算上税的话就是60亿。
还包括精神损失赔偿，这些都要由他来负责。车道英一听到这么大的压力，就不敢再提离婚了，他转身就走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车道英向如原道歉，谈到那天的事情，并强调自己也是孩子的妈，他绝对不会做出囚禁人的举动。如原开始相信他没有撒谎。车道英虽然表面尖酸刻薄，总是斤斤计较，但他内心有很多无法言说的苦衷。虽然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际上都是为了面子才装出来的，连心里的话都无处诉说。管他们两个的关系不好，但难得能听到车道英在一个讨厌的人面前述说这些心里话。晚上回到家后，如愿让事务所的事务长帮我查查南之善大姐和她丈夫的关系怎么样。她开始把调查的焦点转到大姐身上。得知南大姐知道车道英和如愿接触过之后，她非常不满，明明一直都是站在她这边的，但对车道英来说也是无奈之举。大姐不想就这么算了，于是采取了措施。当知道车道英是艺人后，她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，她就安排秘书给节目负责人打了个电话，要求取消车道英的参与资格。这一天，几个学生的家长聚会开会。原来学校有露营的传统活动，在这一天，所有学生都会留在学校，并一起过夜。按照大姐的说法，当天还会举行一个义卖活动，设有特定的摊位，出售每个班级捐赠的物品。家长们都需要捐出一件物品参加这个义卖活动。如愿挑来挑去，最后决定拿丈夫10年前送的包来参加这次义卖。挑来挑去都舍不得捐，每件都是她喜欢的。无奈之下，只好挑一个包参加义卖活动。就在刚才，这位女士脱下了一件衣服，然后换上了一件绿色长裙，这跟她之前在家长会上穿的一模一样。就在那一天，当奈云无意中看到如愿时，她的表情立刻变得很诡异，小声地叫出了杀人犯3个字。那天恰好如愿的儿子因揭露车道英的秘密被追赶了，情急之下，他躲进了一个柜子，很快有人把他锁在里面。那个人正是内云。不止这样，他还在玻璃上写下了欢迎字样。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报复如愿，因为如愿的丈夫曾与奈云有婚外情，还有了个女儿。奈云一直以为他是正室，当她在香港得知丈夫出事，甚至尸体都找不到时，她感到整个人都崩溃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嫌疑人如愿竟被无罪释放了，这让内云难以接受。她坚信如愿就是杀害丈夫的凶手，于是决定带女儿回韩国，一是为了读书，二是为了给丈夫报仇。曾经她曾询问理事长丈夫的真正死因，奈云不信丈夫会像新闻说的那样自杀，理事长却不愿多说，他只让奈云安排孩子来学校读书，其他的一概不管，也不许提起。从那之后，奈云一直躲藏，暗中监视如愿的一举一动。看着熟睡的如愿，这个女人拿起枕头悄悄靠近。正当她想对如愿下手时，如愿突然惊醒，女人最终没能如愿。事实上，就在刚才，在人从以灿的包里掏出了一张照片，那是以灿一家的全家福。巧合的是，照片里的男人竟然和在人的爸爸是同一个人，这让在人大吃一惊。他赶紧找到了体育老师，拿出手机上的一家3口合影。他向体育老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我的爸爸可能也是朋友的爸爸吗？体育老师没弄明白他的意思，便问他这话什么意思。在人原本想解释，但转念一想却又没说出口，或许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这一天，如愿和奈云一起来到海边闲聊，奈云提醒如愿要时刻保持警觉，随时可能发生变故，就像这里的天气一样，虽然现在是晴空万里，但可能马上就会阴云密布，甚至突然下起雨来。显然他是在暗示些什么，但如愿似乎并没察觉。之后两人决定去饭店吃点什么。他们刚坐下，旁边的几个人开始窃窃私语。他们很快就认出了如愿，说她是那个丈夫自杀的女人。如愿察觉到他们在说自己，她不想多做争执，于是她和奈云就直接离开了。晚上，如愿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短信提到几年前开始，她丈夫曾经投资过她大姐的事业，具体两人私下是什么关系，目前还在调查中。不久后，如愿在丈夫的投资名单里发现了些线索，她确实在大姐名下的饭店投了资，于是她让那位神秘人无论花多少时间，都必须帮她查出真相。因为如愿觉得大姐和自己的丈夫肯定有某种联系，这让她非常怀疑。另一方面，大姐南之善也坐不住了，她向理事长透露了自己的计划，打算和其他家长联合起来，把如愿和她儿子赶出学校，还特意告诉理事长不要干预。不仅如此，大姐还找到了内云，希望她能站在自己这边，一起把如愿他们赶出去。奈云对如愿的怨恨很深，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。那个女人看到了些什么，竟让她这么惊讶？原来是她无意中看到别人手机上的内容，发现自己的丈夫竟然和另一个女人有了个家，那个女人还是她的好朋友奈云。因此，如愿决定去奈云的画廊找她。她没见到人，
却看到了奈云画的一家三口的画，这让如愿非常愤怒。她直接上前把画摘下来，然后扔到地上，接着用脚猛踩，边踩边骂。显然丈夫在外面另组家庭的事情让她崩溃至极。之后如愿去学校接孩子，碰巧在人也在，于是她就一起带走了孩子。表面上是简单的接孩子，实际上是为了引奈云过来。这时奈云也来学校接女儿，但她等了很久也不见女儿的影子，于是急忙去找老师。老师告诉她，放学后她的女儿就离开了，之后她就再没见过她。奈云担心女儿出事了，监控显示是如愿带走了她的女儿。如愿很快就接到了奈云的电话，但她没急着接。奈云担心如愿对女儿怎么样了，显得特别焦急。奈云第二次拨打时，如愿终于接了电话。奈云责问如愿为什么未经同意就带走孩子。如愿解释她无恶意，她只是想弄清真相。于是两人约在画廊见面。奈云回到画廊，发现地上的画被踩坏了。这时如愿也出现了，奈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上前给了他一巴掌。如愿也不甘示弱，马上还了一个巴掌。原本是好朋友的两人，现在因为一个男人而互相殴打。如愿感到非常失望，没想到最信任的人竟然抢走了自己的男人，而且他还发现是奈云在家长会那天把儿子锁起来的，给自己暗中送花送卡片，还发短信威胁自己，这些都是奈云做的。奈云知道如愿知道了一切，就承认了所有事情。奈云解释她这么做是因为怀疑如愿杀了自己的丈夫，她不相信丈夫会自杀，明明都在同一时间丧夫，为何只有自己一个人痛苦？这女人实在太彪悍了，仅仅因为不听她的，就被她泼了一脸水。大姐原本想让理事长把如愿和内云的孩子赶出学校，没想到理事长不配合。如愿碰巧在门口听到这一切，正当大姐要出门，她赶快躲到了门后。大姐威胁理事长说，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这时理事长注意到了如愿，便走过去让她出来。如愿把他们的谈话都听到了，但理事长现在不想多说，他希望等到学校明天的活动结束后再讨论。恰巧他们的对话被体育老师听到了，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个老师。晚上，体育老师提交了辞职信，并带来了理事长想要的信息，这是理事长让他调查的。但体育老师表示，他不想再这样记绑，不管是坐牢还是毁了他的人生，他都希望到此为止。听他这么说，理事长拿起他的辞职信就撕了，并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体育老师说，10年前那次伤害之后，我意识到了一个道理，千万不要做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事，否则我真的会崩溃，我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。在离开之前，体育老师威胁理事长说，他已经暗中调查了理事长的一些秘密，并且把相关资料都藏了起来，里面还发现了一些重大的问题。如果理事长敢把我送进监狱，我就把他的秘密全都曝光。这话让理事长吓得脸都白了。这时突然有只手出现，抓起奈云的女儿的小提琴扔到了地上，并开始在地上摔来摔去，不一会儿就把载人的小提琴摔坏了。干这事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奈云的大姐。大姐之前就警告过奈云，让女儿退出比赛，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独奏。但奈云坚持认为女儿没必要退出，所以大姐只能采取行动。这个女人看到了什么，竟然吓了一大跳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理事长的尸体躺在那里。如愿被吓得手足无措，没想到才1天不见，理事长就遇害了。如愿正好此时去找理事长，碰巧遇见了体育老师。如愿一直对体育老师的真实身份心存疑虑，他正拨打那个神秘人的电话，突然发现体育老师的手机响了，这才明白了真相，原来他就是一直在联系我的那个神秘人。吴顺是按照吴老师的指示行动的，有人请他专门盯紧如愿，这也是他来到这所学校的原因。如愿原本以为只有自己找过他帮忙，没想到还有别人也请他来跟踪自己，这让他很意外。如愿追问他为什么要监视自己，吴老师却沉默不语。看到他不愿意说话，如愿只好去找理事长商量。走着走着，走廊突然停电了，四周一片漆黑。就在学校的演奏厅里，灯光一闪一闪的，下一秒就停电了，一切又陷入黑暗。大家对这次停电都感到很惊讶，但大姐却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。停电也没能阻止如愿前进的脚步，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来到了理事长的办公室。如愿在门外大声呼喊理事长，但没人回应，她只好自己进去查看。这就是开头发生的情景。就在如愿准备报警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，原来是内云，他正往理事长的办公室走来。这时演奏厅的灯光又恢复了，内云走进办公室，随手打开了灯，他看到了如愿旁边的理事长尸体。内云吓了一跳，他误以为是如愿害死了理事长，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？事实上那天如愿其实在演奏厅里欣赏表演，突然接到了理事长发来的短信，约他去办公室见面。如愿赶紧过去了，
另一边，一个神秘人把理事长的重要信息复制完，就离开了。离开前把办公室灯关了。那时理事长已经死了。不止这些，神秘人走到了电闸总开关处，把全校的电都关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突然会停电。等到如愿进去的时候，神秘人又把开关打开了。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栽赃陷害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如愿因涉嫌杀害理事长，被警察当场带走。巧合的是，奈云在理事长出事时，也收到了理事长的短信，于是他也被邀请过来。正好在这时，奈云听到如愿和吴老师的对话，以为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尽管两人都是被真凶陷害的，但奈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付如愿。他首先删除了理事长发给自己的短信，然后打电话给警方，表示他有重要信息提供。不久后，在审讯室里，警方在现场找到一个手环，询问如愿这手环是不是他的。如愿拿起手环看了看，承认是自己的。原来那晚他发现理事长尸体后，本想报警，但突然理事长有了回光返照，还紧紧抓住如愿的手不放。就这样一来一去的，结果手环掉到了地上。警方从理事长的指甲中检测出了含有他人 DNA 的痕迹，而这个 DNA 和手环上的完全一致，也就是说，理事长的指甲上发现了如愿的 DNA。如愿解释称，是因为那天理事长抓住了他的手臂，但警方对此表示怀疑。如愿之前曾说，他进去时理事长已经昏迷了。警方在案发现场的酒杯中还检测到了药物成分，这是一种用于治疗心脏病的强心药。理事长本来就有心脏病，他服用这种药物是常有的事。理事长的死因似乎是心脏麻痹，但实际上是因为这次的药量是平时用量的5倍。警方怀疑有人在理事长的酒杯中加入了5倍剂量的药物。理事长喝下药后开始剧痛并倒地，最终导致昏迷死亡。警方怀疑是如愿下了药。此时内云也被带到审讯室，他表示自己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警方，并催促如愿不要再撒谎。如愿感到有些崩溃，他什么时候撒过谎？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奈云居然谎称在理事长出事前，他在办公室门外听到了两人的争吵声。听完这些，如愿更加愤怒，质问奈云为什么要编造这种谎言。这男人刚把手机扔进垃圾桶，女主如愿紧接着就打来了电话。吴老师赶紧跑过去把手机捡起来，电话里得知如愿现在在警局。吴老师觉得事情不妙，于是急忙赶回去。一到警局就见到如愿被审讯。如愿找吴老师来，是希望他能再帮个忙。吴老师询问需要帮什么忙，如愿说他要离开这里，但在此之前需要吴老师帮的大忙，只有吴老师能帮到他。曾经吴老师帮过他，这次吴老师也没拒绝，欣然同意帮助。在如愿的嫌疑未解之前，他还得在警局待48小时。这时吴老师出现在如愿家里，因为警方就要搜查他家，他希望吴老师能在警察来前把抽屉里的手机带走。警方很快就到了如愿家，在最紧急的时刻，吴老师及时逃了出去，没被人发现。警方开始大规模搜查如愿家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线索。他们以为什么都没找到，警方突然看到了如愿制作的关系梳理图，这是为了搞清楚丈夫和几个人之间的关系，如愿才制作的图。同时警方还发现了一本账簿，记录了如愿丈夫的公司和大姐的饭店的账目，交易金额高达数百亿。回警局后，警方又对如愿进行了一次审问。审问结束后，却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，看来关不了多久。他让手下赶紧找证据，他不愿意就这样让如愿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奈云在调查是谁把他女儿的小提琴弄坏了。监控显示是他女儿自己带着小提琴来到教室，然后不小心把它摔坏了。这件事让奈云很失落。就在刚才，因为缺乏证据，警方只好释放了如愿。被关了48小时的他终于可以吃上一顿热饭了。出狱后，他的儿子也回到了他身边。同时警方在监控里发现，在停电前的30分钟，如愿还在走廊里走动，而理事长在服药后，药效至少需要30分钟才能发作。如愿在理事长的办公室拨打的报警电话是晚上7点45，也就是说在理事长出事前，如愿根本不在现场，他不可能是害理事长的凶手。虽然这样可以排除他的嫌疑，但巨荣戏剧组长似乎还对如愿心存芥蒂，因为如愿的丈夫曾突然消失。剧组长虽无直接证据，但一直怀疑是如愿所为。这时剧组长接了个电话，原来是他的手下打来的，已经在学校总开关上发现了指纹，并锁定了嫌疑人。剧组长急忙返回抓捕嫌疑人。这时候警察也来了，他们直奔郑美道和车道英共同经营的餐厅，把郑美道带走了。郑美道是这家餐厅的主厨，和车道英一直保持着婚外情，此次因涉嫌谋害理事长而被带走。警察在调查过程中
发现郑美道和理事长通话频繁，组长询问他与理事长的关系，郑美道却沉默不语。车道英曾经偷偷发现，除了和自己有关系，他还和理事长关系不一般。根据郑美道的说法，他和理事长是老朋友，他坚称不可能谋害理事长。组长对此很好奇，怎么会有人不属于学校的跑到学校，还关闭了学校的电源，无法再隐瞒。郑美道只好说出了实情，原来是车道英邀请他去的，正值两人关系出现问题，她的丈夫也在现场。郑美道看到车道英和她丈夫亲密的样子，心情极度郁闷，一怒之下，她离开了座位，走到了学校的发电机房，关闭了全校的电源。她这么做是因为无法忍受那种场面，心情太糟才做出这种事。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，这个小男孩深夜竟然见到了多年前去世的父亲，小男孩吓得赶紧捂住嘴巴，尖叫声响起，可父亲的身影已经消失了。之后小男孩把所见画成了一幅画，原来她的丈夫根本没死，一直躲在家里，还24小时监视着妻子的每一个动作。妻子也感觉到了些许异常，书架后面经常有声音传出，所以他叫来了吴老师帮忙查看。吴老师开始四处寻找，检查书架是否有隐藏的机关，但什么也没找到。这时他注意到了书架下的柜子，原来这个柜子是可以移动的。移开柜子后，竟然发现了一扇隐藏的门。吴老师试着扭了扭门上的锁，门居然打开了。妻子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他在这个家住了这么久，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这里有个秘密的通道。吴老师和妻子一起走进了通道，接下来更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，通道尽头竟然还有一个房间，房间里装满了监控设备，4小时监控着客厅和卧室，还监视着妻子的一举一动。吴老师偶然发现密室门外还有另一条通道，这条通道通向外面。吴老师沿着楼梯爬了上去，发现这里正是一个出口，难怪妻子住了这么久都没发现。妻子不知道是谁这么做的，现在家里被监视，他暂时无法继续住下去了，于是他只能带着儿子搬进了吴老师家。某个晚上，如愿在查看儿子的画室时，意外发现了一幅非常不同的画作。他问儿子这是画的什么，是不是那天晚上的情景。以灿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害怕，回想起那晚看到的一幕，这让他感到内心的痛苦。这个女人刚刚亲眼看到了她多年前去世的丈夫，她捂住嘴巴，吃惊的说不出话。外面两人的对话被如愿听到了，原来是这个男人杀了理事长，他在理事长的酒杯里放了药，等理事长喝完后，药效开始发作，理事长浑身不适，痛苦的倒地死去。理事长死后，这个男人不仅拷贝了理事长手中的重要信息，还用理事长的手机给如愿和奈云分别发了短信，利用内云对如愿的恨意，达到栽赃如愿的目的。所以内云就坚称是如愿谋害了理事长，这一切都是如愿的丈夫安志荣安排的，目的是为了控制财务，掌握团里的资金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如愿已经把这些秘密听得清清楚楚。自从理事长去世后，奈云成了新的理事长，这一切都是安志荣的计划。另一方面，警方在吴老师家中发现了一种药物，正巧理事长喝的那个酒杯里检出了药物，警方怀疑是吴老师下的药，但吴老师始终保持沉默，他解释不了要怎么出现的。为了帮吴老师摆脱困境，如愿又一次来到了丈夫的密室，寻找着证据。她打开了电脑的监控记录，监控里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。在视频里，一个神秘人趁如愿不在家时潜入了她的家。如愿拿着这个视频找到了剧组长，希望能释放吴老师。监控视频显示，一个男人进入了如愿的家，这人正是害了理事长的凶手。他把毒药放在如愿家中，意图栽赃嫁祸给如愿。恰好吴老师当时在如愿家，帮他拿手机时发现了这药，为阻止对方的阴谋得逞，吴老师把药给拿走了。现在真相大白，警方不得不释放无辜的吴老师。仔细看着一辆货车向一女子撞去，女子下一秒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内云的丈夫策划的。救护车很快赶到，把她紧急送往医院。如愿收到医院的电话，也立刻赶到了医院。尽管两人之前关系紧张，但面对真正的危机，如愿不可能置之不理。这时一位保洁员急忙赶来，尽管内云不承认他，但他真的是内云的亲妈。他因为要做手术，需要在遗书上签字，于是请如愿帮忙签字。如愿有点犹豫，毕竟他是直系亲属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同意帮忙签了。他在手术室门口等着。这时一个警察过来了，原来他们捡到了内云的手机，就把手机带来了，交给了如愿。不久奈云的手机响了，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。电话一接通，电话里传来一个男生，他问如愿出了什么事。如愿说他受伤了，现在在医院里。那男人又问是哪家医院。正当如愿要回答，
突然觉得这声音很熟悉，原来她发现是她丈夫安志荣打来的。她质问丈夫是不是他安排的，电话那头的丈夫没回答，只是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下一秒就挂了电话。如愿感觉到了，内云受的重伤跟她丈夫有直接关系。就在不久前，在大姐南至善开的医院，有个女病人死了。据大姐的丈夫李正宇回忆，是因为患者太累，无法入睡。就在李正宇给她打针时，因为多加了2种药，最后导致了这样的情况。这个病人是学校的老师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大姐很难向别人解释，但大姐不想让其他人知道。她叫丈夫回家休息，自己来处理这里的事情。丈夫不同意，她正要拿手机报警，结果被大姐抢走了。大姐说没必要报警，这让丈夫很生气。他突然感到非常恐慌，大姐上前抱了他一下，安慰他不用害怕，让他回去睡觉，自己会处理好。听了大姐的话，丈夫只好答应。深夜，大姐和秘书将那名女患者的尸体拖到山上去埋了。这一幕被一个神秘人拍下了。你见过这么狠心的丈夫吗？看着床上还有一口气的妻子，他竟然拔掉了她的氧气管。原本还清醒的妻子突然痛哭起来。虽然如此，丈夫却毫不动容。这时如愿从洗手间回来了，护士赶紧告诉她，奈云的氧气管掉了。本已苏醒的她又陷入昏迷。如愿觉得情况不妙，奈云的妈妈也急匆匆来了，但她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正好在走廊里和刚作案的凶手擦肩而过，奈云的妈妈没认出凶手，那人转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带着得意的表情离开了。奈云的妈妈刚到病房，医生立刻告诉她奈云去世了。这消息让她有点目瞪口呆，如愿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看着被白布覆盖的女儿，她长时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，蹲在地上痛哭失声。奈云从小就生活在不幸的家庭中，她的父亲整天无所事事，经常家暴她的母亲。还小的她面对这种情况无能为力，看着父亲拿刀威胁母亲，年幼的奈云担心母亲会受伤，于是冲上前把父亲推开。没想到这么一推，父亲摔到墙上，不幸去世了。为了保护年幼的女儿免受牵连，母亲叫她快走，千万别回头。自此她就离开了家整整12年。2年后，奈云遇到了如愿的丈夫，这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丈夫会是这样的人。直到临终前，奈云才流下后悔的泪水。至于奈云是真的死了还是假死，我们继续看剧情如何发展。本来伤心难过的奈云，听了如愿的一个秘密后，似乎没那么难过了。我们不知道他们俩说了些什么。大白天的，这女人竟被自己的丈夫绑架了。为了防止她逃跑，不只是捆绑她，还开着游艇驶向了大海深处。不久后，如愿从昏迷中苏醒。多年后，她再次看到了那个死而复生的丈夫，但如愿心中并无丝毫激动，反而满心都是恨意。即使丈夫轻抚她的脸庞，她还是很抗拒，因为这个人曾经抛弃了她和孩子，还做了许多坏事。她之所以绑架如愿，是因为她打乱了她的计划。原来她觊觎学校财团的资金，正当她转移资金时，如愿以内云理事长的身份终止了交易，并且冻结了所有账户。交易终止后，正在转出的资金被退回，这让丈夫非常愤怒。如愿回应说，那些钱本来就不属于你，她只是在做正确的事。丈夫听后怒不可遏，责怪如愿不理解她的处境，拿出刀子威胁如愿，声称如果拿不到钱，就会让如愿消失。在压力下，如愿只好打电话请求恢复交易和解冻账户，只有这样，她可能还有一线生机。账户恢复正常后，丈夫又开始耍花招，一把推如愿进海，如愿扑通一声落水，沉入水底。丈夫以为计划成功，没料到内云的母亲悄然出现，一拳将她打倒在地。然后内云的妈妈迅速跳入水中救起如愿。当如愿再次醒来，她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里了，幸好及时被救，并无生命危险。警方告诉她，她的丈夫虽受伤，但幸好还活着。目前警方正在紧急搜寻。自那事发生后，剧组长不再怀疑如愿。在另一头，学校老师在检查学生的柜子时，在大姐的儿子李俊模的柜子里，意外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。于是学校决定报警处理。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？他们的表情都很惊讶，特别是吴老师一脸难以置信。那个朝他们走来的人，手上还缠着绷带，会是谁？镜头一转，原来是内云。他没死而且归来时王者般的态势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原来那天在病房守夜的如愿突然发现，昏迷中的内云醒了，而且还能听到他的声音，这让如愿感到非常惊喜。奈云向如愿坦白，告诉她也明白了丈夫的真正目的。为了阻止丈夫的阴谋，于是2人计划一场戏，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奈云这次出外养伤，
不仅让身体得到了恢复，还把财团里的钱全部取出，换成了治疗费。看到丈夫后，她直接傻眼了，账户的钱竟然被全部取走了，这出乎她的意料。计谋没能成功，钱也没拿到，她的日子接下来肯定不好过。香港的陈会长听说了这事，便打了个电话过来，原来他们以前是合作伙伴，陈会长还投资过学校财团，现在钱不翼而飞了，他要求安志荣把钱还给他，安志荣答应他一定会把钱追回来。这时陈会长的人拿枪指着他，安志荣完全没得还价，他慌了，立刻答应一定会把钱取回，对方只给了他1天时间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奈云一回到国内就去海边看望女儿在人，在人看到妈妈还活着高兴极了，含泪向妈妈奔去。母女俩经历了一次生死离别后终于重逢。其实在人早有预感，因为那天如愿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在人，他让在人等几天他妈妈就会回来。但奈云的母亲不知道这件事，她真的以为女儿已经去世了，一直守在女儿的墓前。这时内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一直以为女儿已经去世的她简直不敢信眼前的这一幕，但越看越觉得这一切是真的。随后母女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自从12年前母亲为了保护她而将她赶出家门，那一刻起奈云就无法理解母亲的做法，甚至对母亲充满了恨意，一直拒绝认母的她。这次的事情之后，她终于和母亲认清了，难道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？财阀家的大少爷竟吸食毒品，警察问他毒品从哪来的，他居然这么回答。警察听后哭笑不得，真是无语了，然后严肃地强调他违反了相关的防治法规，重要的事情重复了一遍。财阀公子听后不屑一顾地笑了，还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在某些地方这是合法的。警察立刻回应他，这里可不是那些地方，这里是韩国。但财阀公子还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根本不在乎，这让警察又气又觉得好笑。随后老师也发话了，他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，只要向警察说明事情的原委，也许法官会因为他未成年给予一定的宽容处理。大姐刚下飞机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，老师告诉她，她的儿子因违反法规正在被警方调查。大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于是赶到学校。看来财阀公子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于是他开始交代事情的详细经过。根据他的交代，这些东西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，这也是他被国外学校开除的原因。就因为这件事，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这么做了，只是最近压力太大。警察询问他为何压力大，这一问就让财阀公子李俊模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。原来大姐的丈夫和学校一位女老师有婚外情，他们还一起吸食麻醉剂，最后发生了意外，那位女老师因此丧命，于是他妈妈将她埋了起来。听完这番话，警察有些难以置信，便问他是否精神正常，或是因为神志不清才说这些。看到他不信，李俊模就拿出手机向他展示了录好的证据。警察接过手机查看，手机里清晰地显示大姐和秘书正在掩埋尸体的事实。当时暗中记录这一切的是李俊模，他偷偷跟踪他妈妈，记录下了他们的行为。这个财阀公子实在太狠心了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不惜牺牲亲情，将母亲的罪行公之于众。他把母亲犯罪的全过程都录了下来，然后交给了警察。视频里可以看到，大姐和秘书正埋葬女老师的尸体。这时大姐急忙赶来，她质问校长为何让一个未成年人单独面对警方的询问。警方的询问刚刚结束，大姐说律师很快会到，在此之前她决定保持沉默。这时一组警察来到了山上，发现了大姐之前埋藏的尸体。警察很快接到了现场同事的电话，通报已经找到尸体，可以把嫌疑人带回警局了。警察对大姐说，根据李俊模的陈述，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尸体，看起来是那个女老师，让大姐立即跟他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大姐突然感到心虚，预感这次麻烦大了。很快在审讯室，剧组常正在审问大姐。一方面，大姐的儿子被指控违反某防治条例，另一方面根据大姐儿子的陈述，发现了他埋藏的尸体。剧组长要他把所知道的一切说出来，但大姐整个过程都在发呆，一言不发，看上去非常镇定。大姐身为财阀成员，每次出事总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摆平，然后逃过一劫。但这次大姐似乎很坦然，不再挣扎，还吩咐秘书不要采取任何行动，也不要找人来帮忙。警察对大姐这次的表现很好奇，每次大姐出事上面的人都会干预，但这次不同集团迄今无动于衷。就在这时，大姐的丈夫走进了房间，他来是为了说明案情，实际上他不想让大姐替他顶罪。学校的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，突
突然间浓烟四起，学校的警报也同时响起。孩子们本能地认为是火灾。吴老师显得很镇定，他指导孩子们两两排队，手拉手一起走向外面。当他们走进烟雾弥漫的走廊，一个神秘人物出现了，趁机绑架了如愿的儿子。但当时没人注意到，在混乱中，他还是带着另一个孩子安全地走了出来。逃到安全地方后，吴老师让孩子们确认旁边的同伴。这时他才发现旁边的不是以灿，意识到以灿不见了，他立刻向吴老师报告。吴老师马上又冲进去寻找。这时如愿接到了吴老师的电话，得知儿子失踪了。如愿立刻赶往学校，到达时学校已一片混乱。如愿在学校四处寻找，却没找到儿子的踪影。偶然间，他在地上发现了儿子掉落的本子，两人感到困惑，不解儿子的本子为何会掉在这里。这时如愿收到丈夫的短信，原来是丈夫秘密绑架了儿子，他来到学校制造混乱，就是为了绑架儿子，用此来威胁如愿。这个男人为了钱，甚至不放过自己的儿子。如愿为了救儿子，独自带着支票赶去。她按照丈夫的安排，来到了指定的公园。根据她的指示，将支票放在自助售票机上。放好后，一个穿着卡通服装的人从她身边走过，告诉她去坐摩天轮。她马上认出那是丈夫的声音，但为了儿子的安全，她只能乖乖听话。她按照丈夫的指示去坐摩天轮。她坐上摩天轮后，下面有只小熊向她挥手。她想让丈夫告诉她儿子在哪，但丈夫完全不理她，只是挥手走了。现在丈夫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。正当她打算逃离时，奈云走了过来，但丈夫对奈云太过分，把她当成外人，还说她多管闲事。奈云无法接受这种态度，她辛苦多年帮她生下女儿，现在却被当作外人。奈云感到非常愤怒，一怒之下，她从包里掏出一把小刀，冲上去想要对付她，但她根本不是丈夫的对手，很快就被丈夫制服了。这时剧组长及时出现，并且用枪指着她。丈夫用奈云当作人质，一步步推到了车边，然后开车逃跑。逃到一个路口时，安志荣已经安排好了人手，在那里拦截追兵。这些人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。当警察赶到时，这些人不但不让警察过去，还用一辆大卡车把路堵上了。就这样，安志荣成功逃走了。他坐上游艇，飞快地逃离了。就在他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，船上的一个小弟突然拿枪指向他，随后一声枪响响起，安志荣就这样丧命了。原来这个小弟是香港的陈会长安排的，目的是为了把安志荣手中的钱夺回。说到底，安志荣其实一直被利用。不久后，警方在海边发现了安志荣的尸体。与此同时，卢亮和吴老师找了许久，最终在公园的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了丈夫隐藏的东西。故事到此落幕，大姐南至善最终也迎来了她应得的惩罚。奈云计划带着女儿返回香港，如愿则决定留在这个小岛上，开始了她的公益律师生涯。